她本是未来末世的科技女金刚，有着力量和空间两种异能，却在执行任务时意外死亡。再次醒来，竟重生到70年代。随即一股陌生的记忆朝他袭来。原来原主与他同名，都叫苏宁。原主生活悲惨，处处被家人欺压。同父异母的二哥只因要满足心上人，没能在原主身上拿到钱财，竟将原主踹进河里溺亡。太可恶了！没想到这些有着血缘关系的人却对你那么残酷。你安心的去吧，你所想但不敢做的事，我会替你做到的。说着，便照着原身记忆朝大院走去。宁丫头，你这会儿不是应该在厂里上班吗？咋湿漉漉的回来了？我不小心被畜生踹进河里了，回来换身衣服。啥畜生还能把人踹进河里啊？等他还想多问2句时，苏宁只留给他一个背影了。苏宁换好衣服后，直奔厨房里，看到锅里白白胖胖的包子，立马大口的吃了起来。酒足饭饱后的苏宁看着厨房里的物资，脸上露出了会心一笑。有物资不收，那是王八蛋。于是苏家厨房里只要是能吃的，通通被苏宁收进了空间里。接着苏宁从扫帚上折下一根竹签，转身来到奶奶王大妮的房门前，撬开了锁。凭着记忆，不仅找到了压榨原主换来的布料，而且还在床板下的暗格里找到了镶着宝石的大金镯子、戒指，还有几沓钞票和10根黄灿灿的金条。真是个黑心的老太婆，自己都快富得流油了，还压榨着原主。将这些全都丢到空间后，便惬意地往大门口走去。宁丫头，这也到饭点了，都回来了，不吃了午饭再走吗？你奶奶出去有一会儿了，也该回来了。我早前从你家那边过，闻到鸡蛋味了，在家吃多好呀，厂里能吃啥呀？我回来就是换身衣服，我岗位上的活还没干完呢，还得赶着回去干活。说完就错身离开了。看着挺聪明的，其实就是个傻的。这时一个男人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，罗老太赶紧往旁边一让，还差点闪了腰。而躲在大院前树后的苏宁看到男人那火急火燎的身影，脸上带了一抹邪笑离开了。这点钱能干什么？都怪苏宁那个贱人，让他把工资交出来，他居然找借口说还没发。真当小爷我是吃素的？他上班那破厂什么时候发工资？我一清二楚，就那么死了，真是便宜他了。苏向党刚把钱和食物包好，正要出门时，却撞上了回来的苏老婆子。哎呦，谁这么不长眼，赶着去投胎？向党，你急匆匆的干啥去？奶奶，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。说完就护着怀里的包裹，急匆匆的跑掉了。人家是养的女儿胳膊肘往外拐，你家这倒稀奇了，这一天火急火燎的进出好几趟，关键是还不长眼睛，差点撞到我了。小心家贼难防。我孙子聪明伶俐，乖巧又懂事，用得着你操心，管好你自己家那1亩3分地吧。2个老婆子各自哼了一声，回了自己家。苏老婆子将从供销社买的东西放在桌上，正盘算着怎么压榨苏宁工资的时候，苏振邦回来了。妈，大白天的你发什么呆呢？午饭做好了吗？包子我早就蒸好了，我去打个鸡蛋汤，等汤好了，估计向国他们也回来了。话还没说完，就听见苏向国的嚷嚷声：奶奶，午饭好了吗？饿死我了！马上就好了，桌上有桃酥，你先垫垫肚子。而当苏老婆子走进厨房，看着眼前空空如也的场景，顿时傻眼了。他妈了个逼！哪个天杀的玩意儿，居然有胆子偷到老娘面前来了！听到喊声的3人立马赶到厨房。向国，你骑上自行车跑一趟公安局。等等，不能报公安。奶奶，你等向党回来了，问清楚再报公安。妈，究竟怎么回事？倒是说清楚啊！白家那个死贱人一直吊着向党拿好处，今天那件丫头要下乡，我回来的时候撞见向党正拿着东西往外跑，这要是报了公安，向党的名声可不就坏了？这事先别声张，小芳你去国营饭店买点吃的回来，这顿将就对付过去吧。可是奶奶，就算小叔子拿点东西，也不至于把调料都拿了吧？这肯定是那死丫头挑唆向党给我的难堪，黑心肝的贱人！只要我老婆子还活着一天，她就别想踏进苏家的门。这么一说，苏振邦父子俩脸色也不好看了。想起苏向党这几年的叛逆行为，心中对苏向党偷东西一事已经信了90%。另一边，苏宁下班后领到了中午没取到的工资，一共26块5毛，几张不同种类的票和1块纺织厂拿来给员工做福利的瑕疵布，然后又马不停蹄地朝着火车站的方向赶去。只因原主意外听到晚上8点苏向党要来和他的心上人道别，而以苏向党的尿性，只要火车不开，他人就不会离开。先不说从小就虐待原主，就单说他把原主一脚踹进河里，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原主被淹死这件事，他就不配好好的活着。说到这，脚下的步伐又加快了不少。待苏宁赶到火车站后，已是7点半了。刚踏入候车厅，就看到了白小杰时不时往外张望，但身边却没看到苏向党的身影。看样子苏向党还没到，于是苏宁在进站口找了个不错的位置，准备给苏向党来个守株待兔。大概过了10几分钟，终于看到苏向党扛着一个大包袱，正弯着腰往进站口走。我的小肥羊，你可总算来了，可没让你爷爷我白等。苏宁绕到苏向党后面，压着嗓子说道：你怎么才来呀？小杰姐姐都急哭了，快跟我去见她，她在那边巷子里等你，她有东西要给你。本来还有戒备的苏向党听到小杰俩字，顿时放松了警惕。那快点，时间不多，快到8点了。等2人到了巷子，看着四周连个鬼影都没有，苏向党这才察觉被骗了，刚想逃，脑袋上就挨了重重一拳，顿时昏了过去。苏宁则开始用拳头伺候苏向党，
揍累了的苏宁直接徒手捏碎了苏向党的右腿膝盖骨。你用这条腿踹原主下河，让他丢了性命，只让你失去一条腿，算便宜你了。将包裹丢到空间后，再回头看看被揍成连亲妈复活都不认识的苏向党，路线畅通了许多。办完这些的苏宁并不着急回苏家，而是转身走进了另一个巷子里。3更半夜，有着深情人设的男人却敲响了原生亲妈闺蜜的家门，而女人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啥也没说，直接拉进了屋里。殊不知，他们自以为隐秘的私情早已被我洞悉。原主果然没猜错，这两人还真有一腿。原主的亲妈江雪梅就是因为中了苏振邦和阮小柔的阴谋，才被苏振邦酒后夺了清白。后来苏家怕事情闹大，才不得已娶进门。但苏家上下都把江雪梅和原主当成破坏他们家庭的仇人。在原主5岁时，江雪梅就撒手人寰了。从此原主受尽屈辱，任人欺凌。继承了原主所有记忆的苏宁，这时候来这里就是证实原主的猜测，她要找证据再肥羊。过了许久，远远看见苏振邦从阮小柔家出来，确认走远后，苏宁才朝着苏家方向走去。儿子，你明天一定要想办法弄到白小杰那贱人下乡的地址。一想到自己的小金库被孙子拿了个精光，就恨不得自己能长出翅膀出来，追上火车，把白小杰碎尸万段。放心吧娘，白家人怎么吃进去的，我会让他们怎么吐出来。先说眼前事吧。像木头一样杵在那干啥？这个月工资呢？奶奶，你不知道吗？中午二哥来找我的时候就全拿走了，说是你同意的。没用的东西，滚！哦，奶奶没用的东西可以废物再利用，滚了挺可惜的。你也消消气，你要是因为这事把自己气死了，那二哥岂不是成了不孝子？母子俩满脸诧异，直直地盯着苏宁。我昨晚梦到我娘了，她说地狱有回阳间的探亲活动，虽然看不到她，但她就在我身边。她不想看我像个闷葫芦，要我和奶奶还有爹多交流，让我不要害怕，放心大胆地说出自己的需求，奶奶和爹会满足我的，毕竟我也是你们的亲孙女和亲女儿嘛，她会在一旁监督的。苏老婆子刚想呵斥，突然感觉脖子一阵凉飕飕的，而苏振邦的感觉更直观，就像一双手从他脸上轻抚过一样，母子俩顿时被吓得不轻。奶奶，爹，明天早上我想吃豆浆油条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苏老婆子刚想拒绝，想到身边站着个鬼，心里直发毛。吃都吃，太好了，我娘说的果然有用。翌日清晨，原本之前都在屋里洗漱的苏宁，今天竟意外出现在大院里，而当众人看到苏宁手里的毛巾和牙刷时，却开始议论纷纷。苏宁，你是来搞笑的吗？你咋不干脆拿个网兜来洗脸算了？还有你那光秃秃只剩根棍的牙刷，这牙是非刷不可吗？你可太逗了。这人的父亲高进义有着一份让众人都忌惮的工作，而苏宁今天会出现在这，目的就是为了挑起高进义与苏振邦之间的矛盾，还有就是揭露苏家丑陋的嘴脸。苏宁丫头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好歹也是有份正经工作的人，怎么还能把自己困难成这样呢？你奶奶这心也是偏到天边去了。我要是有个这么能干的孙女，那我铁定把她当心肝宠着。屋里的苏老婆子听到罗老太抹黑她的话，心中怒火中烧，刚想上去理论，就听到苏宁卖惨的说道：我奶奶说要节衣缩食，这日子才能过得下去，我还以为大家都像我一样，睡着翻个身都能掉下去的破木板床，刷锅水都只能喝个半饱，工资也要1分不剩的全部交给家里。哼，你过得猪狗不如，可别带上我们，我们才没你蠢呢。宁丫头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奶奶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那么多话的，可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大家的生活是不一样的，我就是很好奇嘛。说罢，苏宁先是向众人说起了从小到大在苏家的遭遇，然后说道：奶奶，从小你就告诉我，不能把家里顿顿吃大米饭和3天2头有肉的生活告诉外人，虽然那些都没有我的份儿，但我知道奶奶是为我好，所以我一个字都没有往外说。见他柔弱可怜的样子，众人皆是一惊，随即意味深长地看向苏家人身上。这孩子气性咋这么大呢？你奶奶也是为你好，虽然你现在年纪还小，但你也是有婚约在身的人，看见你和异性走得近，就语重心长地提点你几句，咋还记仇呢？苏宁听到苏振邦的话，立马明白这是想把姐姐苏慕青不检点的事按在自己头上，但这口锅他可不背，还必须要甩回去。爹，我就知道你那天喝醉了，把姐姐看成我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姐姐可聪明了，她虽然收别人的礼物，但姐姐最多和别人抱抱亲亲，没有。苏宁，爹，你别生气，我不说了，就算你把姐姐看成我也没关系的。苏副厂长，别生气，你看把孩子吓得手都不知道放哪儿了。孩子有错，好好教，总能教回来。好了，大家也都别围在这了，该上班的上班，上学的上学。高主任说的是，倒是这孩子不懂事，耽误大家时间了。听到大院里2大有头有脸的人物发话，众人也陆续散去，但心里都各自打着小算盘。高进义这家伙平日里就跟我暗暗较劲，这下抓住我家把柄，还不知道要怎么算计我。都怪苏宁这个死丫头，竟给我惹事。顿顿大米饭，3天2头吃肉，里面指定有猫腻。要是能找到他贪污受贿的证据，就直接向上头举报，把他彻底扳倒。顺利达到目的的苏宁心情很是不错，只要高进义在这院住1天，苏振邦就别想高枕无忧。刚进屋，苏相国的手已经高高扬起，向着苏宁的脸颊扇去。
哎呦！只见挥向苏宁的巴掌却落在了苏老婆子脸上，三人都惊恐地愣在原地。为了不让三人看出异样，苏宁顺势一倒。娘，我就知道你一直都在，我已经在改变了，不再做哑巴了，能勇敢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了。娘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我什么也不怕了。看着苏宁声情并茂的表演，三人只觉得后背发凉，尤其是苏老婆子挨了实打实的一巴掌，让他完全信了屋里有鬼。苏宁，你发什么神经？你……话还没说完的苏相国只觉得胯下一疼，蜷缩着身体，满头大汗。哼，有空气的地方我都能搞小动作，就算弄不死你们，也要吓得你们不得安宁。娘，我知道你在，你就别吓唬他们了。我相信奶奶、爹和哥哥会对我好的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屋里没人动手，相国却疼成这样，难道那个贱人真的回来了？小宁，以前看着你像个闷葫芦一样，爹也替你着急，现在看着你变得活跃起来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以前为了一家子的生计，把所有精力都花在工作上，是有些忽略你了，让你受委屈了，爹会补偿你的。说着，从口袋里摸出一些钱和票，塞在了苏宁手里。昨晚上不是说今早想吃油条豆浆吗？这么一单个买回来吃是来不及了，去收拾下，直接去国营饭店吃了，再去上班吧。爹，你真好，我还是第一次去国营饭店呢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去百货大楼。我听纺织厂的同志说，百货大楼可大可大了，有好多供销社都买不到的东西，可惜我没那福气，从来没去过。你晚上下班回来，我给你一些钱，只要你有空，想什么时候去都行。将钱和票收好后，便出门骑上苏振邦的自行车，直奔国营饭店。苏宁不仅点了豆浆油条，还要了一碗肉丝面。正当他在大快朵颐时，后面传来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：男人即将结婚，可他却不爱这个女人，并悄悄和母亲说结婚只是为了报恩。苏宁，我心有所属，你对我也没有感情，我觉得咱们之间的婚约也没有必要存在了。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个婚约是你们家给出的补偿吧？怎么，我娘的一条命就被你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掀过了吗？我没这么想。江姨的救命之恩，我铭记于心，但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。如果我履行婚约娶了你，不仅苦了我自己，也是苦了你。你是江姨唯一的孩子，我相信她也不希望看到你过得不幸。别把忘恩负义说得这么冠冕堂皇，你若真记得我娘的救命之恩，就不会再有婚约在身时，把她女儿的脸面踩在地上摩擦。无情无义的东西，其实我也不稀罕。如果你同意我说的条件，我就答应和你解除婚约。是我失约在前，如果骂几声能让你舒服点，那你便骂吧。骂完了之后说你的条件。我骂你一顿，不仅拉低了我的风度，更会减轻了你的负罪感。赵阳，如果不是我娘，你7岁的时候就已经溺水而亡了。现在你倒是好好的活着了，能谈情说爱，能追求幸福了，可我再也见不到我娘了。原主的亲妈丢了性命，才把溺水的赵阳推上了岸，可他自己却再也没有上来了。之后，赵阳的父亲赵鹏飞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定下了赵阳与原主的婚约，还给了信物。但赵家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除了刚开始的2年逢年过节会送点东西来，其余一概不问。抱歉，但我还是不能继续这个婚约。你说你的条件吧，我会尽可能多给你一些补偿。若我娘地下有知，怕是棺材板都盖不住了。恐怕她也不会想到，她舍了性命救下的人，会亲自坏了她女儿的名声。被退婚的女性会是个什么处境？我相信你不是不知道。我要的不多，你给我5000块钱就行。你说多少？你对你说的数字有概念吗？张嘴就以千为单位，你知道？怎么，赵家的独子，你赵阳的一条性命还不值这个价？那你自己评估一下，你这条命值个什么价？江姨的大义却被你用金钱来衡量，你不配做江姨的女儿。我不配，要不你来过继到我妈妈名下，报答她的救命之恩，这样就可以一举两得，你不用出分文，婚约也自动解除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既然我都背上了这不可理喻的名头，不干点不可理喻的事，岂不是名不副实？你说我要去告云青青一个未婚先孕，她会怎么样呢？你休得胡言！是不是胡言？一查不就知道了。看着赵阳慌乱的样子，苏宁就知道自己没猜错，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云青青可是苏慕青的舅妈的亲侄女，两人从小就一起玩，关系极好。而苏慕青又一直惦记着赵阳，这下被自己的好闺蜜截了胡，也不知道这友谊的小船会不会翻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有义务告诉你吗？给你我吃一碗面的时间考虑，过时不候。赵阳看着苏宁粗鲁的动作，面露嫌弃。这个女人果然配不上我，但如今把柄在她手里，青青的肚子确实等不起了。但这5000块钱也不是小数目，可若不答应，就不能和青青名正言顺的在一起。苏宁这个疯女人也随时都可能会来闹。考虑好了没？行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必须登报解除我们的婚约，过错方不能是我。那这是第2个问题了，只要你出得起钱，保证报纸上不会出现一个抹黑你的字。江姨怎么会有你这么不知廉耻的女儿？不知廉耻，这词简直就是给你和云青青量身定做的。不过嘛，你倒是提醒我了，廉耻什么的，哪里有吃饱穿暖重要？要不这婚我不退了，我明天就嫁给你，去你家吃香的喝辣的，还能找云青青敲诈一顿。随着苏宁说的话，赵阳的脑海里就出现了种种灾难的场面。停，你要多少？也不多，解除婚约5000，登报澄清1000，我的名声损失费1000。当然了，这里面可不包含登报的费用哦。你干不干？不干的话，我明天就收拾包袱去你家。
我答应你的条件，但是你说的不是个小数目，我需要时间准备。我明白了，你是要实行拖字诀，我真是闲得慌，和你瞎扯这么久。我明天直接去你家不就行了吗？我要去上班了，我还得想想下午怎么登报呢，怎么才能声情并茂的把你和云青青缠绵悱恻的爱情描述出来，让大家能共情呢？说完就利落的起身，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赵阳则立马追了出去。你冷静点，本来事情可以完美解决，你非要闹到大家都没好下场，你才高兴吗？你不能倒打一耙啊！现在选择权不是在你手里吗？放手，别拦着我奔向好生活的步伐。今天晚上9点在杨柳巷子口等着，我给你钱，你把信物给我，明天就赶紧登报。你若再出什么幺蛾子，影响到青青，可别怪我心狠手辣。苏宁看着赵阳离去的背影，眼神一眯。你也最好别出幺蛾子，要不然我会让你见识到什么才叫心狠手辣。未婚夫要和我退婚，可我非但不难过，甚至还要让他乖乖给我送钱，只因我手握着他的把柄。接上集，从运输队下班后的赵阳立马往家赶。屋里的吴敏慧看着儿子满头大汗的样子，担忧地问道：发生什么了？看把你急的。妈，我需要一大笔钱，我要和苏宁解除婚约。她狮子大开口问我要7000块钱的补偿费。那丫头小时候看起来可爱，但越大却越不顶用了。她确实撑不起咱们赵家的门面，可毕竟当初定这婚约的前因是救命恩情，如果贸然解除，咱们赵家会落人画饼。唉。本来我已经想好了既能解除婚约又不落人画饼的办法，我实在没想到你会跑去找他，你能答应他的条件，跑回来问我要钱，想必是被拿捏了吧？妈，你就别问了，这7000块钱就当我向你借的，我明年就可以跟着跑长途了，这钱我会赚回来的。不能让妈知道青青怀孕的事，要不然妈对青青的印象会大打折扣。这样一来，不仅会增加娶青青的难度，更影响以后的关系。吴敏慧看了一眼儿子，他心里的那些小九九，他全都了如指掌。苏宁撑不起赵家门面，但那个满眼算计却装得柔弱无比的云青青，他更看不上。看这孩子说的什么胡话，我是你亲妈，跟我还用得着说借？和苏宁的婚约解了就解了吧，7000块钱虽然快抵上咱们全家的积蓄了，但没有什么比你的幸福重要。这钱一定要给的明明白白，可不能出了钱关系还不清不楚的，最后落人画饼。妈，你放心，这钱我一定会赚回来的，我以后会好好的孝顺你和爸的。我和苏宁约好了，晚上9点在杨柳巷口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出订婚信物。这也是为什么他先去找的苏宁，没有去找苏振邦谈的原因。毕竟那个老狐狸怎么会同意放开赵家这块大肥肉？而且赵阳是知道爷爷过世后分的家底一直藏在家里的，就算他马上要，吴敏慧也拿得出来。时间也不早了，你等着，妈去给你拿钱。没一会儿，吴敏慧提着塞得鼓鼓囊囊的包袱出来了。需要妈和你一起去吗？妈，你放心，我自己会处理好的。行，那你路上注意安全。当赵阳到了杨柳巷口后，却没看到苏宁的身影，心里又泛起了嘀咕：苏宁该不会反悔了吧？难道真要死乞白赖的嫁给我？而此时的苏宁正把一个彪形大汉按在地上摩擦，旁边还躺着一个昏迷不醒的女人。将彪形大汉揍得晕死过去后，便拿起手电筒照向女人。吴敏慧，苏宁其实早就到了，但他没有直接去杨柳巷口，而是在赵家去杨柳巷口的必经路上等着。果然不出他所料，赵阳刚从这里路过后，后面就紧跟着2个人。从这条小巷穿过去，一定要赶在小杨的前头到，最好是把动静弄大点。过了今晚，你就不用再打光棍了。听到这话的苏宁顿时火冒三丈，直接冲了上去，然后就发生了现在的一幕。苏宁把吴敏慧戴的手表、身上的钱票、衣服全部薅光，同样的操作，再把彪形大汉身上值钱的东西也全部搜得干干净净。看这肥厚的体型，家里条件应该不错，还打光棍，没点毛病谁会信？要不你俩凑一对。将2人拖到草丛里后，转身把2人的自行车、手电筒全部收入空间，拔腿就往杨柳巷口方向赶。哟，来得这么早啊？不是我来的早，是你迟到了。你要的东西我带来了，我要的呢？自然是带了的，本来我是挺舍不得的，不过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我也得拿出我的诚意。这是笔和纸，你要是怕我反悔纠缠你的话，可以写个字据，附上我提过的条件，白纸黑字的有字据在呢，就算我脑袋转过弯来，想反悔也没机会了。我够诚意吧？对了，我读书少，实在是想不出来明天登报的话怎么写，你也顺便写上吧，我明天拿着稿去就行。赵阳看苏宁没有胡搅蛮缠，还这么通情达理，松了一口气。而正当赵阳忙着写字据的时候，却没有看到苏宁那意味深长的笑。苏宁确认字据没有问题后，满意的收下了，然后从兜里取出了一个小小的平安扣，还你自由。当面点清吧，过后我是不会认账的。那是必须的，指望你们家人品能靠得住，还不如指望母猪能上树呢。苏宁快速检查了一下，或许是吴敏慧觉得他有本事把这钱原封不动的拿回去吧，竟然没有掺假。关于咱们的交易，我劝你最好守口如瓶，不然的话，1天之内能拿出这么大数额的钱，相信你爸爸的敌对之人会很感兴趣的。虽然这字据能让人安心，但关键时刻可是个好东西呢。赵阳这才反应过来，苏宁给他挖了一个大坑，更 TM 气人的是，这坑还是自己帮忙刨的。
苏宁，你太无耻了！话音未落，苏宁直接一个巴掌扇了过去。是我太惯着你了，还是你太把自个儿当回事儿了？奶奶的，钱和把柄都到手了，谁还惯着你这臭毛病？你敢打我啊，苏宁，我会让你为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的。没等他说完，苏宁又抬腿一脚，直接将他踢飞了出去。赵阳，我严重怀疑你怕不是你妈在厕所里捡的，不然的话，以你那对阴险狡诈的父母，怎么会生出你这种脑残儿子？你但凡有点脑子，现在你哪怕是条龙也得给我盘着，不然的话，我一个不高兴，明天的报纸我不登了，或者是我管不住我的嘴，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，也不知道你爸能不能经得起组织的考察，还有与你无媒苟合的云青青。苏宁，我向你道歉，我不该说那些难听的话的。早这么乖不就好了吗？真是欠揍。不过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，登报的费用呢？赵阳差点气得吐血，足足给了他7000块，他竟然还计较登报那点小钱。赵阳将身上的口袋摸了个遍，总共凑了3块7毛钱出来。我只有这些了，这也不够啊！我吃亏一点，勉强用你这块手表抵吧。话音落，苏宁就已经从赵阳手上把手表撸了下来。话还没说出口，对上苏宁冷冷的眼神，硬是咽了下去。我想了想，这自行车也抵给我了吧，咱们两清了。说着，抬腿坐上自行车，哼着小曲就潇洒离去了。而赵阳却疼得瘫软在地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苏宁的背影消失在黑夜里。